好啊，你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然敢擅自闯入极乐阁！既然来了，那就别再妄想能够活着离开这里了，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做我们的美味佳肴吧！啊！老大，我真的好害怕呀！别慌，别长他人志气，别自诩威风，有我在这儿，死不了的。你们这些残害无辜百姓的恶徒，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姥姥，听听那小子怎么说我们呀？他说咱们罪大恶极呢。紧接着，又是一阵狂妄放肆的哄笑传来。姥姥，咱们赶紧动手吧！我真的已经按捺不住内心对那个小白脸的渴望了。光从外表来看，那家伙绝对属于细皮嫩肉型的，想必他身上的肉尝起来也肯定极其美味可口。哼，就凭你们这些不入流的货色，也敢口出狂言？本将军倒是要好好的见识一下，你们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什么？竟然还是位将军大人呐！平日里我们抓到山上的，无非都是些普通老百姓而已。今天这位将军却阴差阳错跑到这里来，如果我们贸然把他杀了，恐怕他手下那帮人会倾巢而出，全部搜寻到这里来吧。姥姥，您觉得我们到底是该把人放走呢，还是干脆直接下锅煮熟吃掉算了？今天算你们倒霉，误入了老娘的地盘。看在你好歹也是本国将军的份上，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但你们得保证对今天所见到的一切守口如瓶。哼，你们这群丧心病狂、毫无人性可言之人！等我们出去之后，必定向朝廷禀报此事，并带人上山将尔等尽数剿灭。俗话说得好，不怕遇到强大的敌人，就怕有个愚蠢至极的同伴。此时此刻，易水寒和廖云芳简直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给宁坤一个大嘴巴子，心想这家伙怎么如此愚蠢。宁坤这个笨蛋，简直就是废物点心，干啥啥不行，捣乱第一名。哼，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你们如此不知好歹，那就休怪本姥姥心狠手辣了。来人呐，将他们通通拿下！今天咱们就来个清蒸红烧涮火锅，让他们尝尝厉害。云芳，快后退几步，这里交给我就行，看我如何收拾这群家伙们。好嘞，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瞧瞧他真正的实力究竟如何。此时此刻，廖云芳正站在一旁，聚精会神地观看着这场激战。我男人的武艺果然是非同凡响，确实值得好好夸赞一番。姥姥，这位大将军实在厉害，我们的人甚至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啊！继续上，用车轮战术消耗他的体力。就算他武功高深莫测，总有疲惫不堪之时。得到命令后，更多的壮丁如潮水般涌上前来，但结果依旧毫无悬念。
易水寒轻松自如地将他们逐个击倒在地。再加1倍的人手上去！这样做未免也太过分了吧？没错，这些人简直就是一群丧失人性、蛮横无理的家伙。老娘来也！便飞身冲入战团之中。不是让你在一旁看着吗？要上一起上！好。易水寒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没有再拒绝廖云芳的好意，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战斗之中。此时，一旁的宁坤眼见老大都已加入战局，自己岂能袖手旁观？于是他咬咬牙，提着武器也冲了上去，一个没留神，竟让敌人抓住机会攻其不备，狠狠地在他手臂上砍了一刀。我的手！宁坤，你怎么样了？受伤严重吗？没事，只是手臂受了点皮外伤罢了。在家派些人手过来，无论如何，必须把这几个人一举擒获。还有完没完了？廖云芳怒声咆哮，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突然间，砰砰砰，连续响起数声清脆的枪声。老大，你太棒了！狠狠地教训这群毫无人性的家伙，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不打了，不打了，大人饶命！对方跪地求饶，纵使他们有上千人，也打不赢这几尊杀神呢。哼，统统给本军士蹲下，双手抱头！谁敢乱动一下，老子立马送他归西！迫于无奈，众人只得乖乖屈膝下蹲，双手老老实实的置于脑后。喂，你立刻去把你们关押的人统统放出来！遵命，小人就是这么办。宁坤，过去盯着那家伙，有任何异常举动立刻向我汇报，明白吗？遵命，老大。拿好枪，如果有人胆敢乱来，不必留情，直接开枪击毙。谢谢老大。走，去放人。大人，小的马上就去。云芳真厉害啊！那位老了，你的手下已经全部被我们控制住了，你还不肯认输吗？还妄想继续坐在那个位置上，等待奇迹出现吗？胜负已定，成王败寇罢了。不过，就凭你们几个也想抓住我，未免也太过天真了吧。话音刚落，只见姥姥轻轻拍打了一下座椅，地面突然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紧接着他和座椅一同坠入裂缝之中，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姥姥，等等我呀！可恶，竟然让他给逃走了！云芳，此人心机深沉，诡计多端，实在是难以捉摸，你也无需过于自责。不过当务之急，我们得先想办法找到出路才行。告诉我，出口到底在何处？小的真的不知道啊！哼，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给我老实交代，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别杀我，求求你们别杀我！我说，我都说。说，出口到底在哪儿？我带你去。他带着廖云芳走到一个角落，指着墙壁上一个毫不起眼的按钮。开关就在这里。原来如此。好了，你可以回去继续蹲着了。与此同时，宁坤正押送着一名可恶的坏蛋前往关押人质的地方。别儿姐姐，我好害怕。鱼儿乖，别怕。把门打开！
是，我马上开。随着哐当一声巨响，门缓缓地打开了。铁门内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惧气氛，人们紧紧蜷缩成一团，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大人，人都在这了。这位莫非就是恩公所派来拯救大家的使者？也许恩公此刻就在附近等待呢。你们得救了，都跟我走吧。太好了，我们得救了！谢谢恩人，谢谢恩人，谢谢恩人的救命之恩呐！哈哈，不必多礼，快起来吧。快，赶紧离开这里！等回到家以后，我一定会听我娘亲的教导，绝对不会再接受陌生人递来的食物了。云儿心有余悸地说道。要知道，他这次可是因为嘴馋而被可恶的人贩子用一根糖葫芦给诱骗走的。如果不是运气好遇到了贵人相救，恐怕早就成为那些坏蛋的盘中餐、下酒肴了。恩公，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他呢？难道平儿姑娘，你怎么又被人抓走了？这运气也太不好了吧。我是被我妹妹设计陷害的呀，不然怎么会被那些人抓到山上来呢？要不是承蒙恩公再次出手相救，平儿这一次恐怕真是插翅难飞了。平儿在此衷心感谢恩公救命之恩。你妹妹设计害你的？难道恩公不相信平儿所说的吗？也许吧，毕竟在大家眼中，妹妹总是那么善良可爱，而我这个做姐姐的却一无是处。我可没说不相信你。这么说，恩公是相信平儿所言了？依我看，你那妹妹绝对不是什么善茬。此番你归家之后，定要对她多加提防才行。她如此三番两次的欺负你、羞辱你，你实在没有必要一再容忍退让。有时候该反击的时候，就要果断反击。正所谓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嘛。平儿定当谨记恩公教诲。走吧，我送你下山去。多谢恩公。将军、军师，你们平安无事便好，方才真叫属下提心吊胆啊。本将军并无大碍。左峰，你带领500名士兵进入山洞，务必于今夜将其中财宝尽数的运往京城，呈交于陛下。幼灵，你则负责率领众人将这群恶贯满盈之徒押送至官府发落。此些人均系罪大恶极、吞食人肉之辈，万万不可姑息纵容。且慢，依我所见，不如将这些人一并押解回京，面呈陛下，再以枷锁禁锢其身，发配当作苦役。如此一来，既可避免轻易放过这些恶人，也可以让他们为国效力，略尽绵薄之力。谨遵军师所言，便照此办理吧。属下领命。原来这位气势如虹之人竟是将军，而那位足智多谋者乃是军师，真可谓天幸。我历经2度劫难，竟皆能获救。没其他什么事，你们都回军营去吧。我将这些人送下山去，正好借此机会去会一会平儿的家人，看看能否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关于平儿的信息。这一天天的生活单调又乏味，不是训练就是训练，也该出去透透气，活动一下筋骨了。所幸军中无事，我同你一起吧。多谢将军，多谢军师。此时正值正午时分，烈日高悬，酷热难耐。街道两旁的百姓们尽管早已汗流浃背，但仍在高声叫卖着自家货物。云儿，云儿，你在哪儿啊？大哥，您见过我家云儿吗？我
我的云儿已经整整3天没回家了。就在这时，又有一位妇人匆匆赶来。哎，大婶儿，您家云儿也失踪了吗？是啊，我家云儿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哎，这么多孩子不见了，你们报官了没有啊？众人如梦初醒般对视一眼，纷纷摇头表示还没报官。那怎么行嘞？这种事情一定要尽快告诉官府才行的嘞。几位妇人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于是他们决定一起前往官府报案。娘，远远的，云儿便瞧见了自家娘亲的身影，如离弦之箭般飞奔过去。云儿，我的乖宝儿，你跑到哪里去了呀？娘寻你寻得好辛苦啊！若没了你，娘以后的日子可还怎么过下去呀？娘亲，云儿，这几天你究竟去哪儿了？娘亲，我被一群坏家伙掳到山上去了，他们竟然吃活人的肉，好多小孩子都已经惨遭毒手了。什么？吃人肉？你可曾受伤？快让娘好好瞧瞧。娘，云儿没事，多亏了大将军和军师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大将军和军师？云儿的娘亲顺着云儿手指的方向望去，民妇叩谢将军大人和军师救命之恩。若非诸位出手相助，小女恐已命丧虎口。云儿的母亲激动得跪地致谢，周围其他妇人见此情景，亦纷纷效仿，一同跪地叩头道：多谢将军大人和军师大人的大恩大德呀！诸位快快请起，无需行此大礼。本将军既然身为一军统帅，自当肩负起保家卫国、护佑百姓之重任。既然已经见到了你们的娘亲，那么你们现在就乖乖的回家吧。记住了，以后绝对不可以再顽皮贪玩了，尤其是陌生人递给你们的糖果，那可是万万碰不得的，更不能随便跟着陌生人一起走。如果不幸碰到了坏人，一定要记得扯开嗓子大喊救命，然后朝着人多的方向拼命逃跑。清楚了没有？必须想办法进一步强化无锡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治安巡逻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儿童被不法分子拐走的风险。云儿知道了，谢谢军师姐姐。云儿眨着灵动的大眼睛，奶声奶气地说道：云儿，切莫乱叫，军师可是男子，你怎能叫人家姐姐呢？军师，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孩子年纪还小，不懂事，我回去后定当严加管教，请您千万不要责怪云儿啊。无妨，童言无忌嘛。多谢军师大人大量，多谢军师。夫人连连致谢，拉起云儿便准备离开。云儿，走吧，跟娘回家。等回到家，娘给你煮个鸡蛋吃，好去身上的晦气。哎，太好了，有鸡蛋吃了。平儿，我们送你回家。好，多谢恩公。平儿的心七上八下，她不知道回到家中等待着她的会是什么。恩公，将军，这里就是平儿的家了。既然已经到了此地，我们就好人做到底，干脆送你到家门口吧。平儿感激不尽，多谢恩公。接着，平儿迈步走向大门，
2名小厮见到他突然现身，脸上露出惊愕之色，脱口而出：大小姐，您怎么回来了？这是我家，难道我不该回来吗？能回，能回，大小姐当然能回家。平儿根本没有理会那2个小厮，径直领着廖云芳和易水寒走进了家门。一路上，府上的丫鬟们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天哪，大小姐竟然带回了2名男子，难道她不在乎自己的声誉了吗？嘘，小声点儿，可别被别人听见了。自从几天前大小姐从山上回来后，我们政府的2位小姐的名声就一落千丈了。听2小姐房中的人讲，大小姐又到山上去找那些恶棍了。大小姐去找那些恶棍干嘛呀？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忍受不了寂寞难耐了。大小姐，您为何要打奴婢们啊？哼，你们难道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吗？居然敢在背后说本小姐的坏话，难道本小姐就教训不了你们这些狗仗人势的东西吗？信不信本小姐将你们都发卖出去？大小姐，请您高抬贵手饶过我们吧，奴婢们保证绝对不会再犯了。哼，这次暂且先放过你们几个，如果还有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轻易饶恕你们。平儿其实内心还是太过善良了些，她此番发怒不过是想吓唬一下这些下人罢了，并无其他恶意。然而就在这时，只听得一声冷笑传来。哟呵，姐姐可真是好大的威风啊！离家15日未归也就算了，刚一回来便开始教训起下人来了。希儿妹妹，看到我平安回来，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平儿面沉似水地看着眼前之人，眼中满是冷漠与疏离。别再惺惺作态了，你我心知肚明，无需多言。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姐妹，而是仇敌。姐姐，你在说什么呀？瞎听不懂。哼，是不懂还是装不懂，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心机深沉，心肠狠毒至极，竟设下如此阴险的陷阱，想要谋害于我。若不是我福大命大，恐怕此时早已成了他人腹中之食。像你这般恶毒之人，我真是前所未见。姐姐，我没有，你怎能这样冤枉希儿？希儿真的好难过。大小姐这人怎么会如此啊？2小姐向来心地仁慈，善良无比，平日里哪怕见到一只小小的蚂蚁，都会心生怜悯，而不舍得将其踩死。可大小姐竟然毫无根据地指责2小姐心如蛇蝎般狠毒，真不知大小姐究竟存有何种心思呀？廖云芳心中暗自思忖，好一个楚楚可怜的绝世白莲花呀！平儿性格过于直率坦诚，恐怕远远不是心机深沉的希儿的敌手。哎呀，希儿，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快告诉娘，是谁欺负你了？娘，希儿没事，你别怪姐姐。又是你这个死丫头，我不是早就告诫过你吗？希儿自幼体弱多病，需要多加照顾和谦让，可你为何总是不听话，非要惹得妹妹伤心难过？娘，您难道连事情的经过都不想问一下，就直接认定是我惹妹妹生气了吗？哼，还敢顶嘴？不是因为你，希儿会哭得这么伤心吗？别再找借口狡辩了。平儿的心如坠冰窖般寒冷，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样身为母亲的孩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关爱与公平对待。娘，为何你总是如此偏心希儿？
难道我就不是你的女儿吗？希儿从小就善良软弱，反倒是你这个当姐姐的，不仅没有尽到照顾妹妹的责任和义务，反而让你妹妹遭受如此凄惨的命运，被那些可恶的土匪肆意蹂躏践踏不说，连好好的一门亲事也给退掉了。你说说看，你的心肠怎能如此狠毒？我究竟上辈子造了什么孽，才会生出你这样铁石心肠、毫无人性的东西来？亲事，那门亲事原本应该属于我。我与东郎相识已久，彼此情投意合，可妹妹却突然说她也喜欢东郎。你们竟然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就这样轻易地将我的亲事转让给了妹妹。你竟敢如此对我大喊大叫！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难道就是为了被你这般忤逆吗？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女。平儿满眼泪水，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酸楚。廖云芳不禁冷笑出声：你是何人？为何在我家中？他是我的恩公。恩公？什么恩公？你的女儿已经失踪数日，生死未卜，可你作为母亲，竟然毫不担忧她是否遭遇不测，反而在此责骂于她。世间怎会有像你这般冷漠无情之人？别说是你的女儿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就连我这个局外人，也不禁要质疑她究竟是否真是你亲生骨肉。我教育自己的亲生女儿，关你这个外人什么事儿？平儿啊，你还是尽快离开这个家吧。继续留在这里，恐怕用不了多久，你也会被逼疯的。求恩公救救平儿吧！如果您能带平儿离开此地，平儿愿此生此世都跟随在您身旁。然而，面对平儿如此直白的请求，廖云芳却突然陷入了为难之中。哟，姐姐，看来你这位所谓的恩公似乎并没有迎娶你的打算呢。求恩公成全，只要您能愿意带平儿走，哪怕只能委身为妾室，平儿也无怨无悔。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贱人，我辛辛苦苦将你养大，难道就是让你如此轻易的去给别人当小妾不成？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替你物色好了一户人家，男方乃堂堂县令大人。哼，县令大人？那位县令大人怕是已年逾之命之年了吧？母亲啊，您当真为我觅得了一桩好姻缘呢。休得胡言乱语，你要知道感恩戴德才是。若非看在你是我亲生女儿的份上，这般美事岂能落在你头上？你嫁过去便是正室夫人，执掌家中大权，又有何不妥之处？既然这桩婚事如此美满如意，那为何不将希儿妹妹许配给他呢？那怎么可以？希儿怎能与你相提并论呢？希儿自幼体弱多病，自然需要寻觅一位温柔备至、关怀体贴的如意郎君才行啊。你这位做母亲的也未免太过偏袒了吧？小女儿就是你捧在手心里的珍宝，而大女儿却仿佛成了你随手从路边捡回来的野草一般不受待见。切，你不过是个局外人而已，最好少插手我们家的闲事。来人呐，把他们给我送走。政府可没闲工夫去招待你们这些不三不四的阿猫阿狗。哼，不三不四之人，你居然敢把本军师和将军大人称作阿猫阿狗？哼，本军师倒是当真钦佩你的胆量。什么？你们竟然是将军大人和军师大人？易水寒眼神冰冷地盯着平儿的母亲。本将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西北大营将军易水寒。本军师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乃西北大名鼎鼎的军师大人廖云芳也。哎呀，李府有眼不识泰山，实在不知道
原来是2位大人驾临寒舍啊！请2位大人千万不要怪罪于民妇啊！哟，你这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本事，倒是让人刮目相看呢。啊，你这死丫头，将军大人和军师大人亲自送你回来，你竟然一句话也不说，瞧瞧这下可好，闹出这么大笑话来。他一边责备着，一边狠狠地瞪了平儿一眼，而平儿却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快去把老爷请来，家中有贵客到访呢。遵命，奴婢立刻前往书房，有请老爷。将军大人，军师大人，请里边稍坐片刻，民妇的夫君即刻便至。果然不管是身处何处，权力总是如此诱人啊。瞧瞧这夫人，方才还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可一旦得知他们身份特殊后，立刻换了一副嘴脸。2位大人请上座。妇人毕恭毕敬地邀请易水寒与廖云芳入主座。这时郑家的当家人已从丫鬟的口中知晓了廖云芳与易水寒前来拜访的缘由。他匆匆走进正厅，一见2人便连忙拱手施礼，满脸歉意地说道：两位大人光临寒舍，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呀！郑某人未能及时出门相迎，实在是有失远迎啊，还望两位大人多多的包涵恕罪呀。大人，哼，您这声大人，本军师实在愧不敢当。在令夫人眼中，本军师与将军大人不过是2只不知从何处窜出的阿猫阿狗罢了。老爷，妾身当时并不知晓是2位大人驾临寒舍，一时口快冒犯了2位大人，请大人恕罪。真是个妇道人家好见识，如此明显权贵之相，居然视而不见。郑当家越想越气愤，觉得自己娶了这么一个无知的女人回家，简直就是家门不幸。还望两位大人海涵，看在郑某人的薄面上，切勿与内人计较。你的面子很大吗？都怪这个不识趣的婆娘，这也可好了，定会惹怒大人，降下罪责。本将军看你这夫人委实不怎么样啊。易水寒的话恰似火上浇油，令郑当家的怒不可遏。啪的一声，郑当家的手掌如铁锤般落在了妇人的脸上。老爷，你竟然打我！娘，你没事吧？爹，你怎能如此狠心殴打我娘？此事与你无关，赶紧回你的房间去。我绝不回去。来人呐，将二小姐带回房中。让两位大人见笑了，在下已经严惩了那人，不知能否平息两位大人的怒火呀？哼，郑当家对待自家夫人可真是心狠手辣呀。哼，都怪你目光短浅、好见识的女人。来人呐，速速传达本当家之命，许氏碌碌无为，从今儿起被贬为小妾，而金氏则升居正室，并负责掌管府内的一切事务。不要啊，老爷，妾身已知错了，恳请老爷高抬贵手，饶过妾身这一次吧。够了，少在这里碍事，给老子滚！你觉得动手打女人的男人如何？廖云芳微微侧头，眼神带着一丝好奇，询问身旁的易水寒。以我之见，殴打女性之人，实乃无能之辈。哼，如果我未来的夫君胆敢碰我一指头，我定要让他领教一番何为血色浪漫。云芳，你大可放心，本将军绝对不会伤你分毫。老爷，金夫人来了。小厮匆匆来报，只见金氏身着一袭素雅的白色长衫，
头上仅插一只玉簪，简约而不失大方，令人观感颇为舒适。妾身拜见将军大人、军师大人。见过老爷。妾身听闻将军大人与军师大驾光临，特备下美酒佳肴，恳请两位大人赏光，在寒舍用餐。话音刚落，廖云芳的腹中便传来一阵不合时宜的长鸣声。正好有些饿了，既然郑家如此盛情款待，那本军师与将军大人便在此享用美餐之后再离去吧。好好好。郑当家的满意的点点头，眼中流露出对金氏的赞赏之意。金氏所言不虚，眼前的美酒佳肴堪称一流。只见一张大圆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精致无比、香气扑鼻且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这道菜味道甚好。廖云芳大快朵颐，对这桌丰盛的美食赞不绝口。来娜，赏赐下去，今天厨房表现非常的出色啊！本月丽银加倍发放。遵命，老爷。好吃你就多吃一点。这酒也不错，你也来一杯吧。我不喝。为何？难道这酒不好吗？军中有明确的军令规定，在职期间严禁饮酒。即便此刻我并未身处军营，但也绝对不能有丝毫懈怠之心。我担心重蹈昔日的覆辙呀。可是我已经喝酒了。你不同，你无需遵守军规。你说的哦，那我可就喝了。好。易水寒目光依旧停留在廖云芳身上。将军大人和恩公之间的互动为何如此奇怪呢？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像普通上下级那般拘谨严肃，反而更像是一对相濡以沫多年的老夫老妻。平儿啊，你可愿随我一同返回军营？此后由我来庇护你。这个家对你来说也没什么可留恋的。瞧瞧你那狠心的母亲，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还有你那心如蛇蝎的妹妹，你绝非她的敌手。若你执意留下来，迟早会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再说说你那位薄情寡义的父亲，竟然动手殴打女子，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好人。所以说，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家吧。军师大人垂青平儿，实乃平儿之大福大运呐。从今往后，便有劳平儿好生伺候于军师大人的身旁了。平儿，还愣着干啥？速速前去整理行装，今儿个就随军师大人一同归家去吧。是，平儿这就去收拾行囊。平儿应声而去。就这样，喝醉酒的廖云芳把平儿收了。这里竟然有个美男子。廖云芳眼神迷离，满脸通红的盯着易水寒。小帅哥，来给我笑一个嘛！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陪着我，这块小金条可就是你的喽。易水寒冷眼看着眼前这个醉酒失态的女人，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无名之火。而站在一旁的金氏则两眼放光，暗自嘀咕道：没想到啊，这军师不仅年轻有权，还挺有钱的呢。不过这场景似乎有点不大对劲呢。难不成
这位军师大人喜好男女通吃？倘若真是这样，那平儿岂不是掉进虎口了？莫非你瞧不起我不成？就此事，我怎敢轻视于你啊？既然如此，那你为何不肯陪我喝酒？哦，我明白了，定是嫌弃我送的金子太少了是吧？没事儿，我这还有嘞。言罢，只见廖云芳再度取出一根金灿灿的金条，再来一根，快把这酒喝了。军师已然醉倒，无需再侍奉左右，你们都退下吧。是否需要平儿前来侍候军师大人呐？不必了，速速离去，紧闭房门。未有本将军之令，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听明白了吗？遵命，遵命。郑当家连连应诺，急忙转身离去。诸位全都撤退，切不可靠近此处，违令者严惩不贷，听清了没？是，老爷。啊，你们怎么都走了呀？难道就不能多留下来陪陪我吗？我这里可还有好多金条呢。哼，姑奶奶，我别的没有，就是金条多。啊，你喝醉了？谁喝醉了？我才没有醉呢，你少胡说八道。廖云芳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但由于酒精的作用，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摇晃着，仿佛随时都会摔倒在地。还说没喝醉呢，你瞧瞧，你连路都走不稳了。我才不信呢！摇摇晃晃地向前迈了几步。你看，我这不照样能走路吗？是，你最厉害了。那是当然。你可知我是何人？我乃赫赫有名的军师大人。好，您确实是声名远扬的军师大人。见廖云芳有些站立不稳，没事吧？要不要休息一下？没事儿，我才没那么脆弱呢。嘿嘿，娇娇告诉你哦，其实我是女扮男装混入军营的，这件事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而且我还是个超级有钱的大美女呢。你要不要从了我？以后我带你飞。带我飞？你要如何带我飞？如何飞呀？你想怎么飞？是我想如何飞都行吧。廖云芳悠悠转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头痛欲裂，喉咙干涩，疼痛异常，浑身上下更是酸痛难耐，仿佛被拆卸重组过一般。他艰难地撑开沉重的眼皮，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竟然是军营中的营帐。他满心疑惑，我之前明明是送平儿回家去了呀，怎么又回到军中了呢？恩公，您睡醒了吗？营帐外传来平儿清脆悦耳的呼唤声。已经醒了，你进来吧。平儿应声踏入营帐的瞬间，廖云芳便恨不得狠狠扇自己几个耳光。瞧瞧他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呀，仅仅只是贪杯喝了点酒而已，怎就如此糊涂行事呢？军师，平儿来伺候您更衣洗漱了。不必了，多谢平儿姑娘的好意，但我向来不习惯他人伺候，还是由我自行处理吧。是，军师大人。老大，救救我呀！
紧接着，只见宁坤满脸愁苦地飞奔而来。究竟出什么事了？如此慌张？老大，你可否替小弟向将军求求情啊？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去清洗整整1个月的臭袜子了。老大，你就站在那儿别动，别靠我这么近。难道连老大也开始嫌弃我了吗？你别过来，先出去。待会我去找将军，替你向他求情。多谢老大，多谢老大，我就知道老大对我最好了。只要老大能救我一命，以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行了，赶紧出去吧。再待下去，我这营帐里怕是都要有臭袜子的味道了。是老大，我这就走。宁坤如蒙大赦一般，得到了廖云芳确切的答复后，他的步伐变得轻快起来，仿佛一阵风似的，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营帐。看着宁坤远去的背影，廖云芳无奈地摇了摇头。晴儿，我现在要去一趟将军的营帐，你可以先在军中四处走走，熟悉一下环境。如果觉得害怕或者不方便，可以去找一个叫六子的士兵，他是我的手下，让他带着你四处逛逛。廖云芳在心里默默地盘算了一下，觉得六子这个人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应该比较适合平儿这样单纯善良的女孩子。好的，军师大人，您放心去吧，平儿会乖乖听话的，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那就好，那我先走了。廖云芳迈着轻盈而熟悉的步伐走向易水寒的营帐，门口的守卫看到他后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军师来了。将军是否在帐内？在的，但这会儿将军尚未起身。本将军已醒，请军师入内相见。廖云芳掀起帘帐步入其中，嘴角微扬，略带戏谑地说：哼，想不到你比我还要贪睡一些。若不是某家酒鬼胡闹折腾，本将军岂会如此狼狈？嘿，廖云芳有些不好意思地干笑两声：我这身上到处都是你踹的脚印呀。不会吧，你武功那么高强，居然还能被我打伤？那是因为我怕误伤到你，所以才任由你单方面的殴打我罢了。对不住了，我真不是故意要打你的。我并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呀。快过来，到我这儿来，让我抱抱你。廖云芳非常听话的径直走到了易水寒的床边，然后一把将他拉到自己的大腿上坐着，他的双臂紧紧环绕住廖云芳那纤细的腰肢，就如同一个深陷毒瘾无法自拔的人一般，深深地吸嗅着他脖颈间散发出来的迷人香气。好香啊！廖云芳被易水寒这样亲昵的举动弄得有些痒痒的，不禁轻轻扭动起身子来。别乱动。你，云芳，待此次战争结束后，我们一同返回京城，请圣上为我们赐婚如何？这件事是不是太早了？毕竟我们刚刚确立恋爱关系而已啊。并不算早啊，距打赌之期仅剩区4日矣。待比试结束，我们便前去夺回失落的城池，并令其余诸国皆归附于我国。那时，吴起国必将统一天下，而我们亦可功成名遂，归隐京城，享尽清闲之福。彼时，你便是我的将军夫人。到时候再看吧。云芳，自从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在此之前，我从未体验过这种感觉。我衷心希望能与你共度余生，成为彼此的伴侣。
我愿许下海誓山盟，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人。如果违背誓言，甘愿遭受上天惩罚，不得善终。我之所以不敢轻易答应你，是事出有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实际上，我并非吴起国人，而是来自2000多年后的世界。你竟然来自2000年后？难道你是因为不想嫁给我，所以故意编造这样荒诞不经的故事来糊弄我吗？我说的句句属实，我并不否认自己对你心存好感，但也仅限于与你谈一场恋爱而已。至于成婚之事，我实在无法给予你任何承诺，只因为我担心终有一日会重返2000多年之后。云芳，别离开。唉，就算我想走，也未必能走啊。那么，可否留在此处呢？我不知道。难道我们之间就这样结束了吗？或许我们都需要时间去冷静思考一下。云芳，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自己可以给你幸福。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想替宁坤求情。你能不能不要惩罚他洗1个月的袜子了？我担心他会被臭袜子淹没。好吧，既然是你的请求，我怎么会不答应呢？那就让我们彼此都冷静一段时间吧。皇兄啊，你倒是管一管你那个许婕妤啊，他整天只晓得带着我的王妃出宫玩耍，搞得我们连独处的时间都所剩无几。更过分的是，他居然大晚上还硬要我家王妃陪着他一起睡觉。你以为朕不想管他吗？可是朕实在是有心无力啊。皇兄，您贵为一国之君，难道还制服不了区区一个婕妤不成？哼，你自己不也对你府上的那位毫无办法吗？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朕呢？咱们哥俩半斤8两罢了。绝不能让他们天天如此下去，否则日后我们成亲了，难道也要让臣弟我整日独守空闺吗？唉，那依你之见，可有什么妙计良策？要不皇兄试试假装生命如何？这样或许能够引得许婕妤心生怜悯与关切。哼，他才不会心疼朕呢。为何这么说？他好歹也是皇兄的婕妤啊！皇兄您病倒了，他岂能无动于衷？这不太可能吧？他入宫并非出于本意，前几日还掌掴了朕。若朕真的患病倒下，他恐怕只会暗自窃喜罢了。这世间竟然还有皇兄无法征服的女子。许婕妤确实与那些趋炎附势、妄图攀附权贵的女子大相径庭，唯有她才能真正理解朕内心的苦楚啊！看来皇兄十分中意这位许婕妤了。看着皇兄脸上那宠溺的笑容，以及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柔眼神，就知道皇兄对于这位许婕妤绝对是非同一般。是啊，世人皆知朕贵为天子，坐拥无上权势，但又有几人能明白，朕为了坐稳这龙椅，究竟付出了多少？无数个日夜的殚精竭虑，明争暗斗，而这些，也唯有许婕妤能够理解。世间女子虽多，爱慕朕者更不在少数，然而真正懂朕内心苦楚之人，却仅有许婕妤一人而已。哼，也正因如此，朕才会对她另眼相待，否则以她恃才那般无理举动，岂能轻易饶过？皇兄所言极是，正所谓千金易求，知音难觅。
既然皇兄觉得许婕妤如此难得，那就应当好好珍惜这份情谊，真心实意地对待她才是。朕坐在这个位置上，能对一个女人付出真心吗？难为皇兄了。哎，言归正传啊，朕装病这个法子行不通，不如由你来装病，只有将他们2个人分开才行啊。微臣装病，这法子怕是也行不通吧？怎么就行不通了？难不成你跟你家里那位也是一厢情愿不成？当然不是，我与如梅乃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既是如此，那你装病有何不可？你若病倒了，你家那位必定心疼不已，定会日夜守护在你身旁，悉心照料。如此一来，不就成功将他们2人分开了吗？可我家那位乃是神医啊，我若是装病，岂不是一下子就被他看穿了？那就真病便是。我现在好好的，又怎能无缘无故就真的生病呢？皇帝的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嘴角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哼哼，谁说一定要装病才能把他们俩分开的？为何我看到皇兄会有这种感觉？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皇帝手中的茶杯如流星般划过半空，狠狠地砸向了萧清然的头部。皇兄，您这是为何？小一，你家王爷受伤流血了，还不快去将你们未来的王妃请来替他医治？遵命，皇上。属下这就去找柳姑娘。说罢便匆匆离去。皇兄啊皇兄，你下次能否提前与臣弟打声招呼呢？而且再过几日我就要成婚了，您就算要砸，也该砸在手上才对啊，这样至少不会影响婚礼啊。也罢，下次朕会注意分寸。柳如媚和徐雅涵此时正在宫外一条热闹繁华的街道上，尽情享受着各种美食带来的满足感。还别说，这些小摊贩们烹饪出来的食物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完全不比那些宫廷御厨逊色呢。徐雅涵一边大口咀嚼着口中的食物，一边赞叹不已地说道：“是啊，的确如此。”柳如媚也深表认同的点点头。此刻的2人正坐在路旁的小摊前，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然而正当他们沉浸于这份欢乐之中时，一个身着鹅黄色衣裙的年轻女子突然走近，脸上带着明显的讥讽笑容，冷嘲热讽地说道：“哼，这做人呐，总得明白什么叫贵贱之分吧。居然敢说小摊贩的东西比得上御厨的手艺，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你们可曾进过皇宫，就在这大街上口出狂言，难道就不怕说话闪了自己的舌头吗？”哼，有些人呐，明明只是吃着路边摊而已，却不知天高地厚的妄言御厨做的饭菜难吃至极，难不成还真把自己当做宫里的娘娘了不成？淑美，你可曾听闻有人在此处言语不敬？并未听见啊，此处何来他人说话之声？好个大胆狂徒，竟敢辱骂本小姐非人哉！尔等可知本小姐究竟是何方神圣？你是何人，与我何干？本小姐看你是怕了。本小姐的父亲可是堂堂丞相大人，我姐姐更是宫里备受宠爱的惠嫔娘娘。你一个小小的平民，竟敢辱骂本小姐，本小姐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哦，原来是惠嫔的妹妹呀。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们姐妹俩还真是如出一辙呢，都是一样的胸大无脑。